万一哪天我想裸辞或者 gap 业的时候是。不会啊，月光族，挣多少花多少。大 A 的话，波动太大。我觉得买房就是用来住的。美女你好，想问一下，您知道现在的存款利率是多少吗？不是很了解。您觉得像当下的一个，因为现在存款利率并不是很高嘛，差不多年化低于2个点。您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低利率时代，还适合存钱吗？我个人认为是适合存钱的，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听了一下那个李诞的播客，他有说到，因为你不把钱存在银行，你也会想其他办法去投资，但是现在这个环境并不是很适合投资，你可能投在其他地方，就相当于这个数值会变小，万一失败了的情况下，就会相当于没有从1到0，对，回到解放前的一种情况，但你存在银行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一些资金是可以继续放在银行存那个定期的，我自然认为是这样的。您每个月的收入啊，您会强制存一些下来，还是说你把钱，因为您现在也挺年轻的嘛，你会把钱大多数花在投资自己身上比方说去学习一些什么东西啊之类的？也会投资一些在自己身上，但是会留个50%去做储蓄，是因为我也想，万一哪天我想裸辞或者 gap 业的时候，是有资金可以支持自己去有这样一个举动。您觉得存款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什么？一些应该是属于意味着，万一有风险出现的时候，你有一些抵抗风险的能力。那您觉得存钱它能跑赢通胀吗？不能，完全不能。就是您觉得，哪怕存钱我能贬值一点，但是我也能接受，是吧？对的。您觉得将来，就是因为你现在还很年轻嘛，将来你存到一定的钱之后，你会考虑买房吗？暂时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以后会越来越淡，因为我现在就是有在考虑过一个问题，我买房大概要花1000万，但是我如果花1000万的话，租一个房是完全用不到的，我估计我死之前都花不了，就是我去世之前应该都不会用到1000万租房。那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您将来还会考虑去买房吗？应该是会相当于越来越小，比如说我之前几年会有90%的想法是要去买房，我现在大概也只有50%了，或者是60%，就是这个想法是越来越淡了。你觉得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大的转变呢？可能也是自己成长了吧，确实就像刚刚跟你说的一样，我自己算了一笔账，现在租房可能会比买房更划算一些，我自己这么认为。所以您觉得现在买房它的投资属性还大吗？应该不太大，我认为不太大。所以买房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居住的属性。对的，对的，我自己认为是这样的，因为投资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上升的利润空间了。买房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安全的空间嘛，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这种。先生你好。你好。想问一下，您知道现在的存款利率是多少吗？不太清楚，因为我们都现在用支付宝啊、买基金啊、买股票那些。所以你不存款？对，基本上不存款。现在的人。您现在就是自己多下来的一些收入的话，您会投资什么样的一些理财方式呢？纳指吧，买纳指。你买纳指？因为我有个玩股票的朋友，他就说大 A 的话，波动太大，基本上他不会考虑，然后就建议我们买纳指。然后纳指最近就是它之前降得很厉害，现在买的话基本都在赚，是这样。您现在大概年化收益多少？有算过吗？不知道，但是上个月就涨了0.5%啊，好像挺高的。你每个月就投资自己学习也好，或者说自己的一些装扮也好，还是说存下来的比较多？就存下来可能再去投资这些。一半一半吧，总要存一些的。就是现在的人都是感觉是有一点存起来，但是都是也不算存起来，是就拿去投资吧，就有钱生钱，一部分拿去投资，一部分投资自己，就这样。那您现在作为一个年轻人啊，就是您赚到的这些收入，将来有一天您会去考虑投资房产吗？房产在掉吧？
对啊，暂时不考虑吧，看情况嘛。对。您觉得房子现在还算是一个好的投资产品吗？算了，但是主要城市吧，就一线城市的中心地段就可以，其他地方就不要考虑了。您觉得现在您投资这一块的话，您能跑赢通胀吗？这个有点难说，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大多数人他会选择存钱嘛？您觉得存钱他能跑赢通胀吗？不能吧？现在什么都涨得很厉害。为什么很多人他这个存款利率也很低，但是还要去选择就是说把钱存起来，或者说像您这样子，你把钱留下来，然后攒到一定程度，你会去做投资。他们在寻找机会吧，在寻找赚钱的机会。先生你好，想问一下，您知道现在的存款利率是多少吗？您现在还会存钱吗？不会啊，月光族，挣多少花多少。你现在每个月他的收入啊，你大概会花在哪里？最大的花销在哪里？考证啊，还有租房。租房和考证。对。那考证就是意味着你是投资自己成长这方面的，是吗？先投资自己，你只有上管理层一类的才有额外的收入。就作为一个年轻人，您觉得现在钱存下来意义大吗？不大，真不大。你只有提升自己，阅历提升了，你才能提升。你的收入会跟着你的能力来提高的。所以您现在是一个储备的阶段，对吗？对啊。很多人他会选择存钱嘛，存钱他能跑赢通胀吗？不一定，这个真不一定。那为什么很多人他还会选择存钱？你觉得是为什么呢？有备无患，而且另一方面是人生老病死，万一家里面出了什么，所以说是以防备用。您觉得像现在这样一个低利率时代啊，是对于消费是个好时机呢，还是说更不敢乱花钱了？不应该乱花钱啊，那不然呢？要么投资自己，也不可能你做一些理财金融方面的呀。先生你好，想问一下，您知道现在的存款利率多少吗？不知道。现在的存款利率年化还不到2%，您觉得这个高还是不高？不算很高，但是存款利率不是本来一直都不高吗？就你概念当中一直不是很高的，对吧？对。您觉得现在的低利率时代啊，您觉得现在是消费的好时机，还是说更不敢乱花钱了？这个丰俭由人吧。那您个人的感觉呢？我个人啊，那只能说我个人的消费观，其实跟利率没有什么关系。就假设说，您一个月的工资，您觉得您是尽可能多的把它存下来呢，还是说，尽量把钱花在投资上面，比如说投资自己也好，学习也好，或者说个人的衣着打扮，还是说，做一些其他的一些股票的基金的理财啊之类的，您会怎么选择呢？一半一半吧，我肯定会留出来这个备用的钱，用来应对意外情况，但是我也会花，对，就是一半一半吧。您觉得就是存钱啊，哪怕利率很低，要存钱，存钱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存钱的主要目的就是把钱留住啊。我觉得存钱跟利率没有什么关系，我并不指望说这个我存了钱，然后可以通过利率赚一笔什么的，我没有这种对存款没有这种期待。您觉得现在的存钱还能跑赢通胀吗？还是您觉得钱存下来贬值也无所谓，但是必须要存一点？必须要存一点。我觉得存钱一直都跑不赢通胀。存钱您觉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就是一种看不同的目的吧。就是如果说我想买什么东西，但是暂时不够的话，那我可能会存一存，然后同时也要存下来，就是应对不时之需，这是两种目的。或者给自己的一种安全感。对对。您作为一个年轻人啊，您觉得您还会存钱，将来还要去投资房产买房吗？我从来没有把买房视为一种投资，我觉得买房就是用来住的。就买房这件事情肯定会干。不，对，视情况，有钱就买嘛。但是我不会为了投资而买房，我肯定是说，因为我需要住一个房子，所以我去买一个。所以您觉得这个房子更多的它是一个使用价值，而不是说是个投资价值，是吗？对。